太奶给我托梦说天漏了，要下半年的雨，让我囤点吃的。我风风火火赶回老家，看到拉了一车米面油的爹和拉了一车生鲜的妈。你太奶也跟你说了？我爸神神秘秘地问我，这老太太不靠谱，他说不让告诉别人，这就告诉3个了。我有点失落，我不是太奶最爱的宝了。我看不止3个吧。我妈用手一指，好家伙，村里的7大姑8大姨3舅4大爷都在囤货。我这才知道，我太奶托梦是群发模式。我太奶是村里的老祖宗，活到108岁在睡梦中仙逝的。村子不大不小，几百年间家家都能攀上亲了，血亲、姻亲、干亲都是亲，就很团结。我太奶有给我托梦的习惯，因为我是她最爱的宝。什么坟地进水了，零花钱不够了，要个能打电话的长方盒子手机，我都会第一时间烧给她。可这次她上来就说要到末世了，还要连下6个月的雨，房子都淹得七七八八。我当即递了辞职信，当天就返回老家。一到家门口，我爹拉着一车米面油，我妈拉着一车生鲜，正抢着往院子里开。看着全村人热火朝天的在囤物资，我心生一计，既然全村都知道了，爹你就组织一下吧。我这建议让我爹很满意，他马上把全村叫来开会。会议有3个内容：一是个家都要囤物资，原因大家心知肚明，咱下面有人带话了；二是把个家在外的孩子尽量叫回来；三是要互助，有的人家没有劳力，还有缺钱的，有困难都提出来，大家一起解决。我太奶说了，水要淹到4层楼那么高，就是说房子低于4层的都会挺不过去，时间只有1个月，加高加固房子时间有点紧，所以住宅达不到4层的要分散的别的村民家。最后我爹把人员分组，有统筹，有采购，有施工，还有后勤组。我和铁柱被分到统筹组，铁柱是我二姨夫的侄子的大舅哥的小舅子，铁柱是理工男高材生，脑子转得快，很快就给出一套方案。他建议把4层建筑上都加盖临时仓库做存储，再在楼和楼之间加装索道，这样以后还能相互连接，互通有无，有危险也能相互救助。他说如果真连降6个月的雨，电力是很大问题，太阳能板多半是没用了，一家至少备2台柴油发电机，用1台备用1台。另外就是最重要的饮水问题，雨不停下，水源不缺，可是会被污染，所以最先进的净水设备就是必须的，也是家庭必备。再有就是取暖问题，一直下雨，虽然不至零下，但是温度不会很高，年老、年幼和体弱的人需要保暖。他建议一个住宅至少有2个房间安装电暖器。我则把网上搜来的末世囤货物资打印出来，交给我爹发放下去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村子里更加热闹了，施工的、搬货的、装设备的。虽然大家也疑惑太奶这次群发托梦到底准不准，可是谁也不敢站出来反对。不过很快就开始下起雨来，比往年的雨季提前了1个多月。开始是小雨，一天下2、3次，后来雨变大了，一天下几次，再后来就干脆不停了，日日夜夜在下雨。我看天气预报，全国1个月内都有雨，这样下去，再加上山洪爆发，会淹到3、4楼。铁柱说的言之凿凿，这是大数据时代，我们不得不信。于是我们干得更加劲了，现在家家都囤了足够的物资。我爹把家里房子不够高的人员分下去，王大娘一家5口搬进我家，他们是王大娘老2口，小张小2口加上他们的孙女。小张家的3口是从城里赶回来的，小张嫂是医生，正好填补了我们村里缺少医生的空白。他们也没想着要占我们便宜，也买了很多物资搬到我家来。我家的房子有6层，6层住人，5层和楼顶放物资，堆得满满的。我和我妈拿着清单点了一下货，大米、小米、苞米面、白面30斤装个300袋，因为现在越来越潮湿，袋子打开了要注意除潮，所以粮食都选择的真空防潮包装。还有各种豆类各存50斤，方便面50箱，压缩饼干50箱，盐100斤，调料各1箱，豆油、花生油、葵花籽油各10桶。妈，你为什么囤这么多盐？只用半年哎？我不解地问我妈。别提了，上次囤的就没吃完。我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鲜肉类存的并不多，因为自己发电能力有限，不可能支撑很多冰箱冰柜的用电，所以我们存的更多的是腊肉腊肠这些。太奶说了要苟半年，那就是半年，应该相信她。我家主食存的多，是因为我爹怕相亲准备的不充分，留出送人的份额。桶装水存的多，占了半间屋子，虽然有净水机，可是万一有个故障就瘫了，必须做好准备。小张送来的物资就很年轻化，各种轻食自热锅，还有零食巧克力这些。小张嫂子笑着说，我那下载了很多剧和综艺，把投影仪也带来了，大家有兴趣就一起看。我一拍脑袋，可不是，过几天就断电了，肯定断网，把这事给忘了。明天就是太奶预告的山洪爆发的日子了，看得出来大家都有些紧张，因为村子里的房子要经历山洪的洗礼，这是真正硬顶硬的时刻。现在水已经涨到将近2楼，而且水灾是全国性的灾难，各地都在被洪水吞噬，城市里出现严重的倒灌，人们都被困在楼上，
已经不能正常出门。到此大家都已经对太奶的话深信不疑，所以晚上特意准备了丰盛的大餐，8口人开饭，格外热闹。我爹开了一瓶茅台，招呼大家一起喝，我也跟着抿了一口，就头晕的厉害。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我是被对讲机吵醒的，我爸安排所有人家都配了对讲机，以防以后手机不能用。已经倾斜到45度了，必须马上救人。铁柱的声音传来，很焦急。我感觉到不对劲，我忙跑到窗边，只见外面汪洋一片，之前看着拥挤的村子突然就变得很渺小空旷，因为4楼以下的部分都不见了。太奶的话成真了。虽然准备充足，我的心还是一直往下沉。我拿起望远镜看出去，原来是村口老赵家出事了。老赵家4个儿子，有一个在监狱里，赵大和赵二也不学好，平时打爹骂娘的，老赵2口子也管不了，所以他们家跟村子里的人也不来往。村里盖房子的家都会帮忙，他家有个姓，自己盖，也因此他家成了一波洪峰过后唯一倾斜的房子。他们家几口人挤在屋顶的一角，正在呼救。对讲机里吵起来了，谁让他家不听从安排的，活该。他还骂我太奶死了还不消停，不管他，离老赵家最近的人家不肯出手。我爹骂骂咧咧准备橡皮船，铁柱去了。我惊喜地发现铁柱的橡皮船已经出现在洪水中，只是现在情况很危险，水里什么都有，断了的树枝，漂浮的家具，甚至还有一头拼命游泳的猪。水流湍急，橡皮船差一点被掀翻。我的心提起来，不由得跟着对讲机里的人一起骂老赵家，就这种人才是垃圾，自以为是，到头来还得别人给擦屁屁。铁柱接了人，却已经无法返回他家，好在附近的人看到是他，马上伸手搭救，把他们全弄上楼去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对讲机里又是在吵架，接纳了老赵家的人很不开心，说自家的储备不够这么多人吃的，要撵他们走。我爹调解半天，从我家拿了5袋米、2桶油，让大家帮忙用索道传递过去，这才平息了争吵。就在这时，远处老赵家的房子轰然倒下，众人瞬间闭嘴。残酷的现实已经摆在眼前，不容人质疑了。我们要团结起来。我爹的声音里带着担忧，我也打起精神来。既然没有退路了，就面对吧。可是没想到，这件事惹怒了不应该惹的人。当天晚上，我太奶就来了。乱世先杀圣母，你们为什么救他们？那是他们自己选择的，我燕春正都要犯了。太奶别激动，下次不会了。还有下次，下次还有命，这次差点把我重孙女婿给交代了。等等，重孙女婿是谁？我掐手指算半天，铁柱怎么还给撮合上了？太奶，我觉得吧，您的书看杂了，爸走那些不适合您，您还是多看宫斗宅斗种田吧。哼，我种了108年的田，斗了108年，你让我还种，我偏不，就要看霸总。突然脑补一下太奶说这话10度起嘴的样子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我决定提醒一下太奶的身份，我太爷他还好吧？他迷上大秦重工了，我们没有共同语言。好家伙，我直呼好家伙，这回上元节的礼我就有数了，烧几个追书神器，还怕太奶不咧嘴笑。村里的房子挺住了第一波洪水的考验，家家不缺吃喝，准备的充足，连青菜都不缺，各家都备了土壤用日光灯补照，小柿子、小黄瓜、小蓝莓，吃个新鲜。可是总是一家人关在一起，空间又不是很大，难免会相看两厌。所以在某天早上，我看见索道一阵抖动，铁柱从天而降时，满心欢喜。铁柱，你没事乱跑什么？说完这句话，我突然想到太奶，脸怎么有点热？我这不是有事找你商量吗？我们是统筹组的，有些事要想在前面。这小子嘴还挺硬，敢说不是暗恋我，我有点骄傲了。现在没有网，我4大爷的老式收音机派上用场，已经充公交给铁柱了。我们调了半天波段，才找到一条滚动播出的新闻，是国家频道，安抚民心，让大家团结抗洪，坚持再坚持。我发现有个好太奶真的很管用。这个坚持对那些不知道要坚持多久的人来说很空洞，可是我们有太奶的，就是倒计时，时间更好熬一些。很快我们就发现人类的需求还挺多，只有吃喝还不行，还要精神生活。年轻人没网以后已经很无聊了，好在还能刷剧打单机游戏，可那些连电视都打不开的老人就惨了。以前指着坐门口晒太阳说邻居闲话打发时间，现在每天走不上100步，一个个眼神空洞。铁柱最先发现的问题，跟我一商量，把小张嫂子的投影仪给搬了出来，直接来个露天影院。现在的雨量没有前段时间大，只是不停地下。投影仪把画面打到我家的后墙上，墙面本来是刷了白灰，现在让雨水浇成深灰色，别说效果还挺好。再把音箱接到我家的大喇叭上，顿时村子里就变得生机勃勃。我们先是播了一段葫芦娃，很快我家后排房子的窗口都站满了人，后面就好办了，每天不间断播放憨豆、卓别林、虎口脱险，
以及其他各种喜剧经典。我发现语言有时就是多余的，其实人类的悲喜可以共通，不然怎么都看懂憨豆在干嘛呢？我又找回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感觉了。我爹竟然眼眶湿润了，那时他还小，太奶还在，爷爷奶奶也在，其乐融融一家人。你爹可会来事儿了，每次看电影都给我占座。我妈忙转移话题，哟，快讲讲，我的八卦心爆棚了。有了露天影院，村民们的情绪稳定下来，过了这一关，我们已经熬过1个月，又一个危机爆发了。因为一直是阴雨天，很多老人孩子开始生病。小张嫂子每天在索道上穿梭，送药、打针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眼看着小脸瘦了一圈，我妈和王大娘心疼的不要不要的，换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。可是我们不知道，有人已经盯上她了。那天我熬夜追剧，天光放亮才洗洗躺下，刚合上眼睛，就被我太奶一拐棍削在头上。打我干嘛？我委屈啊！一天就知道熬夜，熬你奶奶个头！为了给你托个梦，我等了1晚上，你倒是睡呀！太奶大发雷霆，别骂了，再骂我给你禁言哦！我威胁道。怎么禁？太奶一怔，你信不信我马上醒？我做了一个鬼脸，太奶气得还想打我，可是一想正事，又停下来。你快叫人去救小张媳妇，有人要对她不轨。我直接被吓醒了，跑出去问我妈，我小张嫂子呢？王大娘听我问，抢着说老赵家大儿子发烧，去给他输液了。我心里一惊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老赵家被救上来后，跟原来的屋主老王家总闹矛盾，我爹调和不过来，让老赵家5口搬到我家，他家又不肯，最后竟是逼得老王家搬家了。可见赵家人品不行。想一下太奶梦里的话，难道是他们要对小张嫂子不轨？问一下，我爹去后面的楼了，他家说有渗水，怕房子出问题，我爹去勘察一下，他还带走了对讲机。我急忙穿上雨衣，跑到索道前，这东西我只见铁柱和小张嫂子操作，自己还不大会用。其实我们用的是最简单的滑索，幼儿园级别的，简单好操作。我笨手笨脚把滑轮弄过来，穿上保护装备，一再确认，这才一闭眼按动开关。等我睁开眼时，我已经滑到中间的位置，向下看一眼，洪水滔滔，我腿都软了。好在那边的邻居看我要过来，冒雨上来接应，把我拉上去。你要去哪？去老赵家，那还得过4个索道，你小心点。邻居不放心地嘱咐我。从他口中得知，小张嫂子过去有10分钟了，我让他用对讲机帮我叫一下铁柱，一起去赵家集合，这才匆匆追过去。虽然太奶托梦说小张嫂子要出事，可是没说是在哪里出事，我总不能叫一群人过去赵家，有铁柱支援应该够了。我和铁柱在赵家前面一幢楼前汇合，可是很快发现靠我们这边索道上一套滑轮没有，全部卡在对面赵家楼房的位置。铁柱面色凝重，不对劲，叫人吧。我拿着铁柱的对讲机开始摇人，那边有人准备方向皮船，可是现在洪水水流过急，刚下水没2分钟，船翻了，还好都穿了救生衣，被捞了回去。赵家是没有对讲机的，当时通知一家准备1台，他家没有买，这家原住民是有，可是搬走时什么都不想给赵家留。我这是干着急，不能等了。铁柱看着赵家的方向，那边过于安静，不管他怎么叫都没人回应。他回头取了一根绳子，向索道上一挂，就向对面一过去。我的心都揪起来了，明明看着高高瘦瘦的一个细狗，扎着头鸡，吸溜。我胡思乱想着，不对，是凭着呼吸。看他到了对面，用力又用脚攀到绳上，竟然爬上了屋顶。他快速解锁滑轮，滑轮迅速向我滑来，原来是被人卡住了。我的不安更强烈了，我急忙向对面滑去。我到了屋顶，就听楼下的声音不对劲，像是在打斗。我从天棚的梯子下到5楼，就见铁柱和赵大赵二扭打，小张嫂倒在地上，好像已经昏迷了。我抄起一把铁锹，直接拍到赵二的后脑勺上，他应声倒地。我铲向赵大，他避之不及，被我直对到墙上，疼得嗷嗷叫。这时更多的人赶过来了，他们把赵大赵二控制住，这才发现赵家夫妇和小儿子被反锁在房间里。还好小张嫂子问题不大，是摔倒时碰晕的，只是有些轻伤。现在是末世，可不是末法时代，全村人群情激愤，小张嫂子对村里人的付出有目共睹，她受了委屈，那就是全村的人受了委屈。要不是后来我爸赶到，赵大赵二肯定小命不保，被众人一通锤。最后我爸决定把他们关起来，等雨停了再送公安，把小张嫂子接回来。家里就没断了来人探望，来的都没空手，还都是年轻人，是家里派出来的代表。这索道不适用老年人，他们献宝一样把家里的好东西摆出来。我妈来不了，让我带了鱼过来，她说最后一条了。这是我烤的蛋糕，还热乎的，吃一口。我做了一杯奶茶，嫂子尝尝。小张嫂子脸色还不太好，可是眼睛里的光又回来了。你们不要担心，我没事的，今天没去输液的先吃药，明天我就可以去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和铁柱成了小张嫂子的保镖，每天跟着她跑来跑去，我们卿卿我我。然而并不是，是兢兢业业帮着小张嫂子守护一村平安。一来二去，
这些嘴里闲得淡出鸟的老人又开始八卦了。三舅奶80多了，耳朵聋的打雷都听不见，隔着大雨跟隔壁楼的四姨聊得可欢了。那谁家的小谁跟铁柱好上了，咱也不敢说，咱也不敢问，好像是吧？两个人天天形影不离的，差不了。吴婶家住得远，隔着有2幢楼，还插了一句话，这大嗓门都带回声了。他们讲闲话也不避讳一下主角。当时我正准备往索道上，正嘟囔怎么搞的，挂不上了呢。铁柱过来，一把搂过我，3下2下挂好保护装备，轻轻一推，我的心就荡出去了。不是，是我荡出去了。你看他那矫情样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我妈在一边说风凉话，又学我的扭捏样，怎么搞的？挂不上了呢？这不是有你当年的风范吗？别说俺闺女，我爹不乐意了。他一向护犊子，又眯着眼睛说，这雨下的还天降个姑爷。熬到第3个月时，大家好像适应了水上生活。我爹说，就当我们是渔民，在船上生活，没有网络，上不了岸。但是问题也更多起来，现在水污染非常严重，放1桶水就要换净水片，不然出来的水都不能做生活用水。有的人家囤的饮用水不足，还有的发电机出故障，正好年轻人都闲得难受。我和铁柱把他们组织起来，成立了维修小组，谁家有问题去谁家，每天来来往往的。那些从手机上被解救出来的年轻人，精神状态更加精神了。第4个月的时候，村子里还好，外面似乎乱了，偶尔有人坐着船过来，态度好的我们就接济一点，凶巴巴的就赶走。无线电里的滚动播出都换词儿了，不是坚持就是胜利，改成警告，让每个人都做守法公民，还提醒大家保护好自己。铁柱叹口气说，潜台词很明显，有的地方发生抢夺物资了。我爹一听就急了，我让大家把放楼上的物资尽量搬进楼里，他抓紧下去安排。铁柱也组织了保安大队，年轻人轮流值班守村。这天夜里，好久不见的太奶来了，她满脸的疲惫，嘻嘻，太奶是不是找到什么好书了？你的黑眼圈都熬出来了，别贫了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，你记好了，有人要过来抢劫，你们要打起精神来。还有啊，保护好我重孙女婿。哎，让你们别当圣母，不听话。我被他说的一愣一愣的，还想细问，他竟然原地消失了。我猛然坐起身，全身的汗，屋子里的冷气扇静悄悄的没声息，这才醒悟过来，停电了呢。我忙起身喊我爹，他爬起来迷迷糊糊换上备用电源。我把太奶刚拖的梦跟他说了一遍，我爹忙拿起对讲机呼叫，奇怪，值班的2个人都没有应答，叫了2遍还是一片沉寂。我爹大叫不好，我去广播把全村人叫起来，可能真出事了。这功夫我拿着带夜视仪的望远镜在黑夜中仔细观察，今天晚上的雨大，影响视线，可还是让我捕捉到了可疑之处。爹，四大爷家那个楼不对劲。我爹抢过望远镜，向我指的方向看，有人，还有船。铁柱也发现问题，在对讲机里大叫，不好了，他们破坏了几条索道，现在集结人马只能用橡皮船。村里面备的橡皮船不多，因为都是旱鸭子，会划船的都没2个。洪水里行船不比普通河流，就是老船工都有风险。那些划船出来抢劫物资的，是仗着水性极好趁火打劫的，又是饿到极致的人，所以我们的对手是一群亡命徒。我也穿上救生衣，跟他们上了船，好容易把船从另一边靠上去。我们急忙摸进楼内，对方来了2条船，正在搬物资。住在这里的都是没子女照顾的老年人，当初把他们集中是我爹的主意，这样好照顾，就是输液也能一挂一排。想不到劫匪就对他们下手了，老人都被关在一个屋子里，都是手无缚鸡之力，干看着。这时劫匪已经差不多搬了2船物资，见我们出现就想夺路而逃，可是有2个搬箱子的被我们堵住了，已经打起来，那几人就弃船上来帮忙。这时就是一阵混战，我们的人集合不起来，没有了索道，只能靠船运。目前到的只有我们1只船，另外2只还在打转，根本靠不过来。劫匪不想恋战，打算走了，一个人掉了船头，被铁柱看到了，不能让他走，让他走了我们就再无宁日。我们都知道他说的对，虽然这一船物资没动我们的根基，可是他们得手了，会有更多的人过来。我们能保护村子1次，能保护2次、3次、4次呢？铁柱直接跳到船上，跟船上的人厮打到一起。我想过去帮忙，可是被牵扯着脱不了身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从后面朝着铁柱的后脑重重一击，他身体一歪，掉进洪水中。我惊呼一声，铁柱掉下去了。铁柱已经失去意识，虽然身上有救生衣，却只能随着洪水浮浮沉沉向远处飘去。我想跳下水，可是有个家伙正跟我缠斗，见我分神就想置我于死地，死死掐住我的脖子。这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句，是铁柱啊，他们把铁柱打死了，我的孩子。接着就是轰的一声，关着老人的房门被弄破了。那些走路颤颤巍巍的老人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候，抄起家伙就往劫匪身上招呼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四大爷的腰都直了，
一根拐棍舞得虎虎生风，三舅妈拿的是鸡毛掸子，抽的劫匪嗷嗷怪叫。陈姥姥抡圆了平底锅，见一个打一个，老人们拼了，有人动了他们的孩子，这把老骨头也不要了。我刚被救下来，就不顾一切想往水里跳，可是我爹拦住了我，他含泪摇了摇头。我的眼前是无尽的洪水，铁柱的身影早不见了。由于老人们的加入，劫匪被反杀了，一个不留全部抓获。我爹带人出去找了几回，没有铁柱的下落，他们不能走太远，走远了很可能就回不来了。我理解，可是我想自己去找。这天我见没人注意，偷偷溜到船边，刚要解绳索，手就被按住。是我妈，妈跟你去。我不去了，妈。我哭着扑到她的怀里，突然就懂事了。铁柱还有很多事没做，他的父母爷奶都在，我要替他照顾他们。找不到铁柱，仇要报。我突然想起太奶的话，不做圣母，就是说我们就赵家人是错的。难道劫匪是他们招来的？想一下细节，还真是，他们能准确摸到老人住的房子，那里的物资又多，又是最薄弱的环节。我把我爹喊过来，分析了一下，我们打算好好审一下劫匪。他们都被关在一个旧屋里，用绳子捆着，可是打开门才发现一个人也不见了。正疑惑，四大爷和另2位老人走了出来，都给扔下去了。犯法的事我做的，有事找我。他们害了我的铁柱，我不能让他们好好活着还吃我们的饭。我爹嗓子一哑，话没说出来，点点头。这条线索断了，我们去了老赵家，现在索道不通，很不方便。有人想了个办法，在船上绑绳子，各幢楼之间找到连接点，这样不至于船到了靠不上边。我们对赵家兄弟够宽容的了，只是关在屋子里，也没捆绑。后木门上开了洞，地饭和接马桶。几天不见，老赵头发都白了，就等你们来了，开锁吧。他说着带我们走到木门前，我们来了几个人，有壮小伙坐镇，倒不怕他们动粗。我爹上前打开锁，屋里的情形一下就把我们惊呆了。赵大赵2口鼻流血倒在地上，地板上全是抓痕，看得出来死前很痛苦。来抢劫的人有他们的狱友，他们得报信了。老赵说着慢慢蹲下去，脸上带着诡异的笑。我没教育好孩子，害了村里人，害了铁柱，我有罪。我给他们喂老鼠药了，我也吃了。他瘫到地上，口鼻有鲜血涌出。我爹蒙着我的眼睛把我搂过去，把我的头按到他的肩上，我无声痛哭。这就是末世吧，真的很可怕。我爹带人对索道进行了修复，有的彻底被破坏了，只有几条还能用，但是比起之前就没那么方便了。我爹给村子里的人和物资都做了整合，集中在中间的几幢楼上，又在外围布置了路障。年轻人都发了射钉枪、自制弓弩、弹弓等家伙，有人还做了长杆子，前面加上铁钩，可以干扰过来的船只。铁柱的死激起了全村的血性，老年人说自己睡觉轻，自愿轮流守夜，女人们做好后勤，没有人抱怨，抢着干活。后面有几波抢劫的来犯都被我们打退了。第6个月到来了，雨没有一点停的意思，就连无线电都时有时无。外面的情况很不好，因为洪水是全国发生的，像我们这种地势中等的省份还淹到4层楼，地势低的地方可想而知，能保存下来的只有存储在4层楼以上的物资，现在只怕早就用的差不多了。饥饿撕去人类最后的一点理智，来打秋风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村子像被围住的一只肥的流油的肉，四周是虎视眈眈的狼。其实我们的物资也消耗很快，大家开始有意识节能，饮水统一发放，吃饭也尽量集中分配，连零食都集中起来，以防万一。虽然太奶说了，半年后雨会停下来，洪水退去，可是这雨没有一点停下来的意思，依然每天不停地下，所有人心里都没底儿了。最让我难受的是，不只是失去了铁柱，太奶也没有再入我的梦。我不知道他说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意思，或者他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。那天早上，我朦胧中感受到一缕阳光在脸上跳动，阳光温暖又舒适，让我不愿意醒来。这是梦吧？我好久没做这样的梦了。我翻了一个身，可是很快就坐起来，耳边传来欢呼声。我走到窗前，用力拉开窗帘，阳光倾洒满地，天晴了。一切来得好突然，昨天晚上还电闪雷鸣，今天雨就停了，正好半年。太奶诚不欺无，我泪流满面。洪水撤得也很快，就像来的时候一样，匆匆的留下满目疮痍。我们很快就开始恢复生产自救，因为当时囤物资时，我爹很聪明的囤了很多种子，所以现在只要把土地清理出来，就能开始耕种。老人说，河水冲过的地更肥沃，来年是个丰年。2个月后，水已经退尽了。我找到太奶的坟地，打算修缮一下，可惜洪水把坟冲开了，里面什么都没了。我摸着歪倒的墓碑，五味杂陈，有很多话想说，又说不出来。突然我发现墓碑不对劲，上面不是太奶的名讳，而是密密麻麻很多字。我忙歪着头认真读，丫头，太奶只能帮到你这里了，天机不可泄露，那是我用毕生功德换回来的天机。托梦的次数有限，我把所有的功德都换掉了，
只能去投胎，这次不能做人了。做什么？随缘吧。我这才知道，太奶为了救我们，付出的是什么样的代价。她用108年的功德，换了半年洪灾的天机，透露给我们，没有了功德，不知她投胎会去做什么。我们一家给太奶重新修了一个空坟，回去的路上心情沉重，都不说话。我爹提议，附近镇上有以物换物的，去看看。我妈忙附和，好啊，我想看看。我知道他们都想让我活得开心一点，就点了点头。我会努力开心的，为了这些我爱的也爱我的人。我的包里鼓鼓的全是钱，那是出门前铁柱妈硬塞给我的，她把我当成小女儿宠着呢。镇里楼房多，活下来的人还真不少，比村子里热闹多了。很多人出来摆摊，都返贫了，没有比能吃饭更重要的了。摆出来的东西琳琅满目，这里可以以物换物，也可以用钱买，只是物价高的离谱。突然一只八哥幼鸟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它正跟女主人对喷，蠢死了，我厌蠢症都犯了，就这样重生有什么用？我呸！女主人气哼哼说，你闭嘴吧，跟谁学的这一天骂骂咧咧的，就你话多，赶紧把你卖了。我突然明白了什么，眼前蒙了一层雾，急忙过去拉住八哥的主人，我要了。多少钱？我要了。好，不要多少钱，这鸟刚生1个月，也没教就学会说话了，嘴是真碎，你不嫌弃就好。不嫌弃啊，我爱着呢。我把八哥接过来，他跳到我的手上，歪着头看我，那眼神似曾相识。可是另一只手也伸过来，拉住八哥的链条，我也要。这是一个嘶哑的声音，我抢了一下，没抢过他，当即大怒。可是一抬头看到那张脸，就呆住了。姑娘别生气，他不抢这东西，他不要。一个老人走过来，推着年轻人走，还跟我解释，这孩子是我救下来的，脑子受伤了，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老人扯着他往人群里走，还在嘟囔，饭都吃不起了，要吃鸟干嘛？没有2两肉。我流着泪追过去，用力喊出一个名字，铁柱。他回头了，那张脸瘦削了许多，颧骨突出，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，但那双眼睛，那双总是含着笑，带着点狡黠的眼睛，没错，是铁柱。只是此刻那双眼睛里没有光，只有一片空洞的茫然。他看着我，像看着一个陌生人。铁柱，我又喊了一声，声音颤抖得厉害。他歪了歪头，眉头微皱，似乎在努力回想什么。那个推着他的老人停下来，看看我，又看看他。姑娘，你认识他？认识，他是我们村里的人。我哽咽着说，他叫铁柱，半年前在洪水中失踪的，我们都以为他……我说不下去了，眼泪哗啦啦往下掉。八哥在我手里扑棱着翅膀，突然开口，哭什么哭？没出息，这不找着了吗？赶紧带回家啊！蠢死了，这语气，这措辞。我低头看看八哥，他正用那双小黑豆眼瞪着我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太奶！我心里一动，但此刻顾不上细想，我把八哥往肩上一放，上前拉住铁柱的手，跟我回家，大家都在等你。铁柱的手很粗糙，全是老茧，他没有挣开，只是困惑地看着我。老人叹了口气，我是在下游30里外的土坡上发现他的，当时他趴在一棵树上，昏迷不醒，后脑勺有伤，就醒后就这样了，什么都不记得，连自己叫啥都不知道。我看他可怜，就带着了。谢谢您，谢谢您救了他。我连声道谢，从包里掏出所有钱塞给老人，这些您拿着，一点心意。老人推辞了几下，最后还是收了。他拍拍铁柱的肩膀，孩子，跟着姑娘回去吧，看样子是家里人找来了。铁柱看看老人，又看看我，最后点了点头。回村的路不好走，洪水虽然退了，但道路被冲毁，到处是泥泞和乱石。我牵着铁柱的手，一步一步慢慢走。八哥站在我肩上，嘴一直没停，慢点走。没看见他腿脚不利索吗？那边有水坑，绕过去。你饿不饿？包里有饼干，拿给他吃啊。我哭笑不得，从包里掏出压缩饼干递给铁柱，他接过去，笨拙地撕开包装，小口小口地吃着。太奶！我试探着叫了一声。八哥扑棱了一下翅膀，叫什么叫？赶紧走路！您，真是您，不然呢？谁有功夫管你这傻丫头的闲事？八哥翻了个白眼，如果鸟有白眼的话，功德没了，投胎就只能做畜生。还好我机智，选了个会说话的。我心里又酸又暖。太奶，您闭嘴，走路。我乖乖闭嘴，但眼泪又掉下来了，这一次是喜悦的泪。铁柱看着我哭，伸手笨拙地擦了擦我的脸，这个动作让我一阵失忆了，但某些本能还在。铁柱，我轻声说，我是小月，林小月，你还记得吗？他摇头，没关系。我握紧他的手，我们慢慢来。回到村里时，已经是傍晚，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，炊烟从各家各户升起。虽然房子大多损坏，但人们已经搭起了临时棚屋，开始重建家园。我和铁柱出现在村口时，第一个看见我们的是正在修篱笆的王大娘，她手里的锤子哐当掉在地上。
铁柱！这一声像是按下了某个开关，很快所有人都围了过来。铁柱的父母冲在最前面，他妈妈一把抱住他，嚎啕大哭。他爸爸红着眼睛，不住地拍他的背。小张嫂子挤进来，检查他后脑的伤。我爹我妈站在外围，抹着眼泪笑。铁柱被这阵仗吓到了，有些局促地站着，但并没有推开抱着他的人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我爹喃喃道。八哥在我肩上不耐烦地扑翅膀，行了行了，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赶紧弄点好吃的，没看孩子瘦成什么样了。众人这才注意到这只鸟，这是铁柱妈妈疑惑地问。这是太奶，我简单解释。众人愣住，随即爆发出更大的惊呼和议论，但很快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设定。毕竟连半年洪水都能预言的老祖宗，变成一只八哥似乎也不足为奇。那天晚上，村里举办了简陋但热闹的欢迎回家宴。虽然物资紧张，但各家都拿出了珍藏的好东西，一块腊肉，几个鸡蛋，一把干菜，凑成了一桌还算丰盛的饭菜。铁柱坐在主位，被大家轮流夹菜，碗里堆成了小山。他吃得有些拘谨，但眼神渐渐柔和。八哥太奶站在桌子中央，啄着专门给他准备的小米和菜叶，还不忘指挥给他家那个肉补身体。汤，喝汤。饭后，大家围坐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，听我讲述找到铁柱的经过。当听到八哥可能就是太奶时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四大爷颤巍巍地站起来，向八哥鞠了一躬：“老祖宗，您为了我们行了行了，少来这套。”八哥不耐烦地挥挥翅膀：“我现在就是只鸟，别整那些虚的，赶紧把村子建起来是正经。”话虽如此，但大家都看到了他眼里如果有眼泪的话，闪烁的泪光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铁柱开始慢慢适应村里的生活，虽然记忆没有恢复，但他身体底子好，力气活干得利索。修房子、清理田地、搭建临时住所，他总是默默干活，很少说话。我每天陪着他，给他讲以前的事，我们怎么一起长大，怎么在洪水来临前一起筹划，怎么在索道上穿梭，怎么在露天影院看电影。那时候你总说我笨，连滑轮都挂不好。我笑着说。铁柱看着我，眼神温柔了些，但还是摇头，不记得。没关系，我握住他的手，我们创造新的记忆。八哥太奶成了村里的监工，他每天飞来飞去，看到谁偷懒就开骂。张三，你那篱笆扎的什么玩意儿？风一吹就倒。李四家的，地要深耕，浅了不长庄稼。王大娘，晒被子要翻面，那边没晒到。大家都笑着听他指挥，毕竟被一只鸟训话虽然奇怪，但如果是太奶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铁柱特别喜欢八哥，每次他飞累了落下来，铁柱总会伸出手，让他停在手背上，然后轻轻抚摸他的羽毛。八哥也不骂他了，反而会用头蹭蹭他的手指。这小子，有一次八哥对我说，虽然傻了，但心地还是好的，他会想起来的。我说，总有一天。1个月后，村里的重建初见成效，大部分人家都有了可以过冬的简易房屋，田地也清理出来，种上了越冬作物。镇上的救济物资开始陆续送达，虽然不多，但至少保证了基本生活。那天，我和铁柱在河边清理最后一批淤积的杂物。夕阳西下，河水泛着金光，我累了，坐在石头上休息。铁柱走过来，递给我一个水壶，谢谢。我接过，喝了一口。他在我旁边坐下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开口：“那个梦。”我一怔，什么梦？我好像梦到过你。他慢慢地说：“在索道上，你荡过来，笑得很开心。”我的心砰砰直跳。还有呢？还有露天电影，很多人，你坐在我旁边。他皱起眉，努力回想。你哭了，因为电影太感人，是虎口脱险。我轻声说，那段油漆匠和指挥家吵架的戏，你笑得最大声。铁柱看着我，眼神渐渐有了焦距。小月，我好像有点想起来了。那天晚上，铁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第二天早上，他醒来时，眼神不一样了。他找到我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全部，大部分。他点头。洪水、索道、劫匪，还有掉进水里的那一刻。我抱住他，哭了又笑。八哥飞过来，落在我们肩上。行了行了，腻腻歪歪的，想起来就赶紧干活。冬天要来了，事情多着呢。但他语气里的欣慰，谁都听得出来。记忆恢复后，铁柱变回了以前那个聪明能干的理工男。他带着年轻人改进临时房屋的结构，设计更有效的排水系统，还用废弃材料做了几个小型风力发电机。虽然发电量不大，但至少能给重要的设备供电。小张嫂子负责医疗和卫生，预防灾后疫情。我爹统筹全局，协调物资和人力。我妈和王大娘领着妇女们负责后勤，保证大家能吃上热饭。村子一天天恢复生机。冬天来临前，我们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，没有华丽的礼服，没有丰盛的宴席，但全村人都来了。我穿着我妈改过的旧红袄，铁柱穿着他爸爸的旧中山装，在大家的祝福中拜了天地。八哥太奶作为证婚人，站在临时搭建的礼台上，
清了清嗓子，如果鸟有嗓子的话，从今往后你们要互相扶持，同甘共苦，不许吵架，吵架我就骂人，不许偷懒，偷懒我就啄人。好了，李成，大家哄堂大笑。那天晚上，铁柱握着我的手，轻声说：“小月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，是太奶没有放弃我们。”我说：“是村子没有放弃我们。”窗外，八哥站在树枝上，望着屋里的灯光，安静地梳理羽毛。月光洒在他身上，像镀了一层银。冬天过得比想象中顺利，虽然寒冷，但大家挤在一起，互相取暖，倒也熬过去了。开春时，第一批越冬作物收获了，虽然产量不高，但至少看到了希望。政府的大型重建计划也开始了，专业工程队进驻，修复道路、桥梁，重建永久性住房。我们村因为组织有序，自救得力，被选为示范区，得到了更多资源和支持。铁柱被选为村重建委员会的技术顾问，我负责宣传和协调。我们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但心里充实。3年后，村子完全重建完毕，新房子比原来的更坚固、更漂亮，道路宽敞平整，学校、卫生所、活动中心一应俱全。后山上，我们给太奶修了一座小小的纪念馆，里面陈列着她生前用过的物品，还有洪水前后的照片、村民的回忆录。八哥太奶经常飞到那里，站在屋顶上俯瞰整个村庄。他老了，鸟的寿命不长，八哥一般只能活10年左右，但他精神还好，每天照样飞来飞去，骂骂咧咧。太奶，有一天我问他：“你后悔吗？用所有功德换我们的生机。”他啄了我一口：“蠢问题，看着你们好好活着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”但他转过头时，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泪光。铁柱和我有了一个女儿，取名年。小姑娘3岁时，八哥太奶飞不动了，大部分时间待在笼子里，她拒绝的，但我们都坚持，怕她摔着。年特别喜欢太奶，每天搬个小凳子坐在笼子前，跟她说话，喂她吃水果。太奶奶，你今天骂人了吗？骂了，你爹修的那个水渠拐弯角度不对。我说他还不听，那我帮你说他。好孩子，有出息。那年秋天，八哥太奶走了，他是在睡梦中安静离世的。我们发现时，他蜷在笼子里，像睡着了一样。全村人为他举行了葬礼，就葬在太奶的衣冠冢旁。墓碑上刻着：“我们的太奶，永远的守护者。”念恩哭得很伤心，铁柱抱起他，轻声说：“太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着我们。”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看，天上的云，地上的花，风的声音，雨的味道，都是太奶在看着我们，护着我们。念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又过了许多年，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洪模范村，每年都有很多人来参观学习。我和铁柱把当年的经历写成书，拍成纪录片，让更多人知道团结、互助、坚持的意义。念恩长大了，考上大学，学了水利工程。他说要像太奶奶一样，保护更多的人。清明时节，我们全家去给太奶扫墓。墓碑前，念恩放下鲜花，轻声说：“太奶奶，我考上研究生了，研究方向是灾害防治。您放心，我会继续做您没做完的事。”风吹过，树叶沙沙响，像是回应。那天晚上，我梦到了太奶，她不再是八哥的样子，而是穿着那件熟悉的蓝布褂子，拄着拐棍，笑盈盈地看着我。丫头，过得不错啊。太奶，我想冲过去抱她，但脚下像生了根。别过来，我就看看你。她摆摆手，看到你们都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太奶，谢谢您。我哭着说：“谢谢您为我们做的一切。”傻孩子，她笑了。一家人说什么谢不谢的。她的身影渐渐淡去，最后只剩下一句话飘在风中：好好活着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我醒来时，天已经亮了，铁柱还在睡。念恩的房间传来翻书的声音，窗外阳光正好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我轻轻下床，推开窗，晨风拂面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香气。远处的田地里，早起的村民已经开始劳作。近处的院子里，母亲在喂鸡，父亲在修农具，一切都是那么平凡，那么真实，那么美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笑了。太奶，我们会好好活着的，一直。